to wafer soul is catch up the tempo to show. You'll find the weight is swaying, swaying the beauty swing, crying like a light and rain, a stirring and dramatic wind, wearing a masked thing, belongs to Halloween. They are crazy. Okay, alright. You can hear the texture full of charming. You can feel the kind of mood. Come to the bed about defending beauty. Find a place to sit down. Feel the basic rhythm and just your pitch. Prepare yourself a dream. She wants to win. 我 Mary 啊，佢唔方便講電話啊。先唔好發 message。佢狀態唔係幾好，等睇完 show 我問問佢。啊，放心啦，後面交俾我啦，拜。你好，卫生间在哪里啊？不然间那边直走左转。哦，谢谢啊。又唔中意啊？我覺得呢組作品睇起身幾舒服，這個是好俾心話行了，聽着頭痛。你是不是又不喜歡呢？你沒聞到嗎？什麼？裝修的味道，整個工作室都是。我覺得還 OK 啊，我都快喘不過氣了。還有那個裝修風格，真讓人受不了。那這個秀你不看了？沒什麼可看的，秀本身也不對。哎，為什麼盛裝就一定要是禮服呢？盛裝應該是一種態度，一種氣息。衣服是用來幫助人的，不是套住人的。穿衣的秘訣是人穿衣服，不是衣服穿人。不好意思，借过一下，谢谢。你干嘛的？啊？你干嘛呢？我是来面试的。哪家公司啊？盛装杂志。那也要登记啊，去前台登记。我们试想一下，一个女人可能20几岁，可能40几岁，可能60几岁，她要去面对一件重要的事情。她为自己精心挑选了一件衣服，她希望衣服能帮她加分，看起来更像一个完美的自己。那种紧张兴奋，衣服是她的武器，但衣服不是主角，人才是主角。我要的是那种扑面而来的生动感。
您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啊，我是来面试的。面试？啊，有预约吗？没有。乔治先生说让我过来找秦敏，这是他给我的名片。您稍等一下啊。哎，秦总监，前台有人找您说要面试，说是乔治主编推荐过来的。好，麻烦您在这边坐一下，稍等一下。好。小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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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大人呢？我找他好久了，这都几点了？杂志今天下不下场啊？所有人都来问我，可是我真的没看见呢。看见？哎，听说他办公室有2个男的，是谁呀？警察。警察。警察在主编那儿干嘛呀？我怎么知道？喂，来面试的。嗯。您怎么知道我是来面试的？感觉啦。哎，你看你这个白色衬衣基本款，是品牌的吧？哦，肯定是第一次穿。这条裙子搭的不对。然而更不对的呢，就是你这双鞋。其实你随便搭一个白色帆布鞋就会特别合适，还有这个口红，不好看。最后就是你这个眼镜居然和你的脸型完全不配，有点意思。我觉得好看。哦，是吗？那无所谓，你高兴就好。哦，对了，如果我是你啊，我就不会把吊牌放在外面。吊牌在外面吗？来，我帮你。谢谢啊。哎呀，没事，那。你干嘛把我吊牌剪了？吊牌不就是用来剪的吗？哇哦，不会吧？难道你想在盛装面试完再把这个衣服还回去啊？哦不 ，sorry。我才没有，我就是。fighting。秦总监好。谁要面试啊？他。跟我来吧。fighting。我去看看这个土妞来干嘛的。把门关上。哦。坐。好。谢谢您啊，秦总监。简历呢？啊，有简历。我简历在这儿。李娜？跟网球冠军李娜同名。乔是让你来应聘的？他跟我说拿着他的名片来找您，然后应聘编辑助理的职位。那他还说什么了？没了。这真是。没在办公室。我把你的意见传达给设计师了，他好难过哦。为了接你，他昨天特地从纽约飞来的。其他设计师人选呢？有很多。哦，是秦敏。我马上回公司。怎么了？怎么找不到乔治？没人牵绊，公司乱套了。
这样吧，跟我去他办公室。好。看见乔治，我找乔治。我都找了都没找见。乔治真是的，推荐个人过来也不跟我个说法。你叫李娜？嗯，你怎么知道？你们俩认识吗？不认识啊。那既然不认识，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专题部总监严凯。严总监好。面试的如何？没什么大问题的话，让他留下吧。你什么意思啊？我专题部缺人，让他留下吧。体育大学刚毕业，学的是人体运动科学，你知道这个科目吗？反正一点跟杂志都没有关系，也没做过杂志，怎么当你的编辑助理啊？他有什么不会的，我会教嘛，只要人勤快就行。编辑助理而已。咱们公司啊，根本没有编辑助理这个岗位，社招指标早就被冻结了。这乔治真是的，给我出难题吗？哎呀，发飙了，发飙了！发什么飙啊？乔治办公室那俩警察呀！什么警察？你不知道啊？怎么了？乔治挂了我的电话。啊？开姨，这主路啊，开姨，哎，约我们10点钟见面，现在都快11点了，林乔治人呢？我们都在找他。按说我们杂志今天要下场，我们也需要他来签字的。你就不用跟我说这些，我必须马上见到他。那要不这样吧，我给你找我们的副主编来。我们要见的人是林乔治。老吴，好了，别着急。清明是吧？我们的来意，刚才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林乔治，他想躲是躲不过的，他要再不出现，这问题就大了。呀，什么东西啊？坏了！哎，完了！不要看！出大事了！所有的人给我下楼！出事儿了！快快！什么事儿啊？哎，老虎，怎么个什么事儿？老虎！喂，怎么了？啊，乔治死了。后面一点啊！
别往前挤啊，后面一点。别哭了，全都回去，全都回去啊！全都往这儿挤，不是回事。具体情况我们会处理好的。说，你得给我们一个说法吧，是不是？啊？哎，放心啊，我们会妥当处理的。什么叫妥当处理？这都变成这样了。卢彬彬，具体情况我们干什么呢？盛装的人，立刻上楼，继续工作。走。手机都已经全部打爆炸了，全部都在问怎么回事。王上呢？朋友圈已经被刷屏了，微博上的时尚大号都在关注乔治，几个比较大的网站也都发布了讯息。乔治死的时候，有警察已经在开始调查他的事情，已经全部传出去了。刚刚还有15家媒体给我打电话，问我要内幕消息。你那边呢？我跟进了。我们到底什么时候发布公开声明啊？黄金舆论时间一旦错过，新闻就会变成谣言，那时候我们就更被动了。等集团总部的消息。可是集团还在等流程啊，那也得等。先解决杂志下场的事情。还有多少版没签？我也不知道，现在是还有心思上班呢。从现在开始，所有和采访乔治问询有关的工作一律转到公关部。如果是你们的朋友通过私人渠道询问，统一口径，谢谢关心，但无可奉告。今天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杂志下场，蔡飞，我在这儿。下场到什么程度了？封面还没定，大策划、大专题的3教稿还没出，还有一些碎稿在调版，其他都完成了。都听清楚了吗？所有人进入工作状态。我要求杂志今天准点下场。2分钟消化情绪，2分钟之后还有人像现在这样站在这里什么都不做，绝不原谅。来，我看看还有谁站在这里不动，我看看还有哪一个部门没有准备好。我们广告部已经准备好了，所有人请问是陈开怡副主编吗？最好的状态，马上开始工作。我是陈开怡。你好，我们是市局竞争大队的，有些事情想向您了解一下，方不方便这一步说？抱歉，今天杂志要下场，我有很多工作要做，您方便等我一会儿吗？我们这边也很急啊，事发突然，领导还等着我们回去汇报。那能不能这样，我一边回答您的问题，一边工作？我当然没有不尊重您的意思，请您谅解。也好，反正我们的问题也不复杂。那咱们边走边聊，你有什么问题尽管问。好。严凯呢？严凯，刚才还在呢。3教稿他签字了吗？还没。
赶紧叫他回来。您最后一次见到林乔治是什么时候？周3部门例会，有没有什么异常？挺正常的，好像没有什么明显的不同。罗汉、玛丽过来给我订封面。哎，来了。你们在一起共事多久？5年。那他的为人如何？乔治作为主编无懈可击，认真负责，非常有才华，很懂杂志。你们杂志的工作平时压力大吗？现在市场和读者对杂志的要求越来越严苛，年轻人又把时间都给了新媒体，传统媒体被打压得快喘不过来气，压力不可避免的。罗汉，封面为什么定这样的字体？想传达什么？你可以过来一下吗？因为现在正在流行这种字体。流行？盛装什么时候变成一本流行刊物了？罗汉也只是想做一些改变。什么样？林乔治先生的身体状况您是否了解？身体状况啊，他一直都有健身。那他心理上呢？您刚才也说你们这行压力很大。他倒是比较容易失眠，不过做我们媒体的，你知道，通宵工作、熬夜都是很正常的事情。他的家人呢？他没有结婚，也没有兄弟姐妹，父母在温哥华。玛丽，你刚刚说想做什么样的改变啊？11月我们想推新近火起来的亚洲超模，主打亚洲风，所以用群风的方式。同时，我们也是想多体现东方美学的概念，所以才会选用这样的肢体。这几个超模的秀，你在巴黎不是看过了吗？他们有把自己的定位局限在亚洲吗？还有，不要让我再听到什么那个东方美学这个词，让我想起了非常讨厌虚伪的酒店设计。可是东方美学这个词本身没有错，没有错并不代表好。陈词滥调听起来都很有道理，但它依然是陈词滥调。群风没有亮点，换单人，各有特色吧，所以我们才想要集体主推。全是重点就等于没有重点。你们要清楚，他们中间谁的个性最能代表盛装的精神。换陈英单人呢？那我再跟罗汉商量一下。没有时间了，看头必须换，放主席后面去。去。陈主编，看出来您确实挺忙的，我们也不打扰了。如果还有什么需要回答的问题，我们再跟您联系。乔治他的精神状况和身体状况和他的死有什么直接的联系吗？我们还在调查。哦，对了，如果您还有什么其他的消息，或者想起了什么需要补充的，随时可以联系我们。那什么时候能有一个确切的消息？因为我们也要尽快给外界一个说法。一有消息，我们会第一时间通知您的。对，这是我的联系方式。告辞。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要来问乔治的事情，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意外，但有一点我可以肯定，他是一个好人。看什么呢？没什么，秦总监，我觉得我还是走吧。没想到今天发生这么多事儿，我也不给你们添麻烦了。你也说了，现在没有助理的职位，我的专业也对不上口。你跟乔治是什么关系啊？没什么关系啊。那他为什么让你来面试？我能不说吗？我可以走了吗？我送你吧。你给我过来。这两张照片换掉，这个摄影师不要再用了，不入流。这摄影师很火的，还拿过奖。之前乔治也看过，他说没问题。严凯，你的视觉趋势难道没有被稿吗？有，马尔特斯基导之前在巴黎拍了一组。赶紧拿来给我看。这两张照片抄了塞西尔·比顿的构图，拍英格兰作家阿道斯·赫胥黎那组。抄袭的人拿什么奖都不入流。现在没时间换别的呀，这些照片全是他拍的。秦敏，你一直站那儿干嘛呢？她叫李娜。看。李娜怎么了？来应聘编辑助理。哪个编辑需要助理？编辑部一直喊缺人，但现在没有编制了。就用这组，替换掉刚刚抄袭那个。那他合适吗？我面试过了，各项要求都不合适。
严凯，赶紧把稿子交给刘成。我想他留下，我们编辑部缺人，可以吗？袁凯，我刚才不跟你说过了吗？实习生啊，实习生不占编制。李娜，你愿意来我的部门当实习生吗？我愿意啊。但是实习生是干什么的？这个以后再说，这样总行了吧？我们实习生是走校招的。秦敏，我作为专题部的总监，有没有权利给我的部门招个实习生？那你要这么说的话，那我只能说，你有你的权限，我有我的。等一下，来，帮严凯把稿子交给刘成，快点，印厂的人还在等。你在干嘛呢？问一下我的咖啡，我的咖啡在哪儿？为什么到现在还没出现？要不这样吧，还是我走吧，我走就行了，没关系的。你别走。他是乔治推荐过来的。你叫李娜？嗯，跟网球冠军李娜同名。我知道。其实我原来不叫这个娜的，我改过名字，我是那个那边的娜。有什么区别吗？有啊，因为我爸说了，如果他要是生一个儿子的话，他就叫李哲；如果生一个女儿的话，他叫李娜。然后我就不高兴了，凭什么他就在这儿，我就得在那儿啊？我就给自己改了个名儿，李娜。秦敏，这事你自己定的。我刚才那么对你，那都是做给别人看的。现在公司每个部门都跟我说缺人，那我要给你加一个，别人怎么办？他不用说别人了，就这鲁彬彬，我要给你加个什么李娜，他非得跟我要一个什么张娜、王娜之类的，那我到时候怎么办？所以你得给我个理由，我为什么要收这个李娜？她到底是什么皇亲国戚？就一个实习生而已，你有必要搞这么复杂吗？在我看来有必要啊。从今天开始，陈开义就是主编，而你是他最亲信的人，谁会因为一个实习生而质疑你的决定？秦敏，如果你非要为难我，或者你想让我求你，你可以直接说，我可以欠你这个人情。严凯，这好像不像你会说的话呀。从今天开始，很多事情都会变，我也会。
乔治为什么会死？我也想知道。当年乔治跟陈开怡争主编，你一直护着乔治，你们俩是最好的朋友啊。现在不还是你们赢了吗？陈开怡本来就应该当主编。现在争这些也没什么用，谁也不愿这种事情发生。实习生，给不给？袁凯，整个公司，我唯一搞不清底细的人就是你。以前一直以为是乔治护着你，后来才知道，你根本就没有机会让我们去了解你。咱们共事这么多年，加起来说的话，都还没有今天多吧？而你今天能跟我说这么多话，为了一个我也搞不清底细的人，我很不喜欢这种感觉，我觉得很不舒服哎。一个实习生而已，有必要这么逼我吗？坦白的说吧，我就是帮陈开怡守住盛庄人事这道门的人，任何有可能对他不利的人，我都会提防的，就算他是个实习生。需要这样吗？什么意思啊？你就这么着急的彰显主编的权利吗？这么几个扫除障碍，就这么着急的想要把之前输给乔治的那份委屈连本带利的赚回来？你收回权力这点得意，能不能稍微收敛一点？几天而已，就这么难吗？严凯，我和你并不是对手，你明白吗？以前不是，但是以后我不敢说。如果你把这种和我对立的情绪当成是对乔治的效忠，我无所谓。你当然无所谓了，你是最后的赢家嘛。但是我不相信乔治的死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不要拿一个实习生来做文章，让秦明反复的试探我的态度和立场。就算你是主编又怎么样？我告诉你，我就是怀疑你，而且这件事情我一定会追查到底。接着说。如果我发现乔治的死是因为你做了什么手脚，我一定不会放过你。你现在可以开除我，我也可以自己辞职。这份工作我根本就不在乎，我在乎的是乔治的死，必须要有人付出代价。终于说到我在乎的事情了，坐吧。那个连面试都没搞清楚穿什么的实习生，招不招他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你是不是怀疑我？你是不是要追查乔治到底为什么死？对我来说也不重要。我的立场只有一点：工作。我不希望乔治的事情影响到你，尤其是你的心态。编辑部不能没有你，这点我们大家都很清楚。暂时而已，以后也一样。我对人事重新洗牌、怎么巩固权力根本没兴趣。杂志广告收益这个季度又下降了3个点，销量下降了6个点。整个纸媒行业穷途末路，现在还雪上加霜。乔治的死已经是非常重大的损失，我不能再损失你。这个行业很难再找到比你更优秀的专题总监，
就算你心里把我想象成了杀人凶手，我也不能损失你，因为盛装不能损失你。我的意思很清楚了吧？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意义吗？你心里最清楚，无论我们怎么做，盛装的未来都不会更好，这是个趋势，未来只会更糟。我不是一个喜欢谈论未来的人，不过这2年我倒是重新看了几遍《泰坦尼克号》，轮船已经在沉没，甲板上的乐手还在拉着小提琴，穿着燕尾服，一起在音乐声中面对即将来临的死亡。我每次看到这个画面，脑子里闪现的都是同一个字：优雅。如果说纸媒是互联网时代必将沉没的巨轮，我希望我们至少能够做到优雅面对。这是我们能给予盛装，盛装能给予读者最后的体面。陈开义，乔治已经死了，从顶楼摔下去死了。我没有办法像你一样，一边喝着咖啡，一边谈论着如何优雅和体面地面对死亡。只知道，乔治的死必须有人付出代价。如果乔治的死另有隐情，当然一定要有人付出代价。但不管是谁，都不应该是盛装来承受这种代价。这是我跟你谈论任何问题的基础，也是我的底线。除非你根本就不在乎这本杂志，你根本就不在乎乔治这么多年为之奋斗的理想，那你对他的效忠就只是一种肤浅的表演。他人都已经死了，我葬礼的东西还有什么意义吗？关于意义这件事情，今天是黑色的一天。乔治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他的离去太突然，以至于我们都无法接受。但鉴于这件事情的严重性，尤其是对盛装产生难以不可估量的影响，我再次要求，谁也不能对外透露任何情况，不允许接受采访，不能传播没经过总部证实的任何消息。从现在开始，一直到总部宣布新的人事任免，我将暂时接管乔治的所有工作。乔治之前通过的选题、策划、广告方案，都继续推进。这瓶酒是乔治送给我的。这瓶酒的年龄和乔治一样大。乔治送我这瓶酒是说，等我们盛装第100期出刊的时候，就把它打开，和大家共同庆祝。但是很遗憾，他没有兑现自己的承诺，他选择了不告而别，以最悲痛和最决绝的方式。今天，我自作主张打开这瓶酒，跟大家共饮，一同来纪念我们的主编。
我的朋友林乔治。静乔治，静乔治，幻般浪漫，迷途能返，烟花般绚烂，原地打转。被什么吸引？为什么所乱？一颗心不安，缱绻辗转。星星和遗憾，星星点点。在推波助澜，骄傲慢慢，也曾经沧海，也曾经温暖，一双手点燃，推杯换盏。我的梦，璀璨如朗朗星空，藏身在茫茫人海中。怀抱着最初平凡的信仰，在一条少有人走的路上。庆幸和遗憾，星星点点，在推波助澜，骄傲慢慢。也曾经沧海，也曾经温暖，一双手点燃，推杯换盏。我的梦，璀璨如朗朗星空，藏身在茫茫人海中，怀抱着最初平凡的信仰，在一条少有人走的路上。